作为英国皇家海军旗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可容纳36架 F-35B， 在平时的任务中可搭载24架，但如今在这2天的联合巡逻中，却被爆出有多达2/3的空间被闲置，舰上仅搭载了8架 F-35B，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舰载机数量不够的英国航母又该何去何从呢？英国航母缺乏舰载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采购的 F-35B 迟迟未能交付所导致。当初订购的48架 F-35B， 如今只交付了24架，根本就不足以装备英国的2艘航母。那英国航母的出路在哪里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同样是 F-35B 断供，却成功找到出路的阿纳多卢号了。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号轻型航母被土耳其媒体誉为全球首艘无人机航母，其排水量与英国无敌号、意大利加夫尔号相当。原计划是选择搭载12架 F-35B 战机，然而2014年，土耳其在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突然就拒绝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机。这突然的断供令阿纳多卢号处境尴尬，是继续将其打造成一艘轻型航母，还是改建传统两栖攻击舰，成了当时令土耳其最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当时的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提供苏57，但该机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且无法在航母上搭载，不符合要求。然后土耳其国内有人建议直接购买2手的英制遥式战机，或与俄罗斯合作恢复雅克141战机生产线。甚至还有人建议对阿纳多卢号进行改装，增加斜角甲板和拦阻索，使其成为能够运作米格 29K 舰载机的普通航母。然而，无论是采购2手舰载机，还是对航母进行改装，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面对即将服役的阿纳多卢号，土耳其最终选择了无人机航母这条折中的道路。那其搭载的无人机是哪款型号呢？据介绍，阿纳多卢号将能搭载60架 TB3 舰载无人机。TB3 是 TB2 的改进型，是一款具备短距起降能力的舰载无人机。该机长 8.35 米，高 2.6 米，翼展14米，机翼可折叠，能够搭载小型空对地导弹，整体作战水平与武装直升机相当，可执行近距离两栖支援作战任务。在阿纳多卢号的服役仪式上，它与另一款红苹果隐形无人机均以实体亮相。而红苹果无人机虽然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但因其体型较大且机翼不可折叠，仅能使用航母后部升降机进行升降，调运效率较差。同时，该机需要较长的起降距离，在没有拦阻索的阿纳多卢号上很难安全降落，所以其上舰技术目前还尚未成熟。由此可见，阿纳多卢号想要实现无人机上舰作战，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证明了无人机航母是可行的。那英国是否也走上了无人机航母的道路？火力军认为还没有。准确地说，是目前的英国海军只是想将无人机航母当作一个过渡，以保证有足够的舰载机数量前，维持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等今后无人机技术更成熟时，估计才会彻底走上无人机航母的道路。早在2020年时，英国为了解决舰载机缺乏的问题，就进行过航母搭载无人机战斗的测试。当时，英国举办了一场名为“蔚蓝海上航空力量加速日”的军事演习，其中就对无人机上舰的事宜展开了首轮检测。而测试使用的无人机是 T-150 中型无人机。据介绍， T-150 无人机属于货运无人机，其载重量68公斤，最大飞行距离为70公里，可持续飞行36分钟，主要执行简单的救援和运送任务。这次尝试，英国就已经确定了无人机加航母的模式的可行性。而如今，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提高，这个月7号，英国海军宣布，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完成了比此前小型4轴无人机和女摇靶机测试更难的固定翼无人机起降测试。
测试中的 HCMC 无人机可搭载约100公斤的有效载荷，最大航程1000公里，只需约150米长的跑道即可进行起降。其配备自动驾驶系统，不再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进行远程操控。其测试过程 ，HCMC 无人机先从陆地机场起飞，飞行约20分钟后降落在航母上，在卸下载荷后，又从飞行甲板上滑跑起跑，返回陆地机场。此轮测试的成功不仅标志着固定翼无人机首次在英国航母上成功起降，更是推动了英国航母打击群在未来装备舰载无人机，这样可以减少舰艇之间转运配件和物资时对舰载直升机的依赖。除了 HCMC 无人机外，英国海军还在推进多个舰载机无人机项目，如吸血鬼计划，其目标是采购一型低成本、可用于情报、监视、侦察及电子战的固定翼无人机。此外，英国梅勒公司的 T600 大型4轴无人机也已完成了模拟航母甲板的起降测试，未来有可能会作为英国航母打击群的货运无人机。另一项变形金刚计划旨在为英国海军研制一型主要用于反潜作战的无人直升机。2022年7月，英国国防部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签订价值6000万英镑的合同，由后者研发原型机，预计该无人直升机将于2025年首飞。由此可见，英国正积极解决舰载机数量不足问题，他们并不想让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暴露在问题中。值得一提的是，无人机加航母的模式行得通，就代表着两栖舰艇今后也能使用上无人机。毕竟与传统舰载机比起来，无人机具有的优势实在是太多了。就重量轻和对起飞环境要求低，就不是有人飞机能比的。而且无人战机还能进行群体作战，使用蜂群战术去攻击对手，能以多欺少，谁还1对1单挑呀？除此之外，无人机的造价还少，普通的武装无人机即使被摧毁了，也不会太过于心疼。最重要的是，无人机能够减少飞行员的伤亡。大家都知道，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每一名飞行员都是宝贵的财富。而在使用了无人机之后，飞行员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就算这架无人机被摧毁了，飞行员还可以使用其他无人机进行战斗，大幅提高了战斗的持久力。只不过无人机航母好处虽多，但要想实现其难度不小，至今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列入服役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上舰都需要克服哪些技术难题呢？目前，大部分长航时无人机地面起飞滑跑距离在1000米以上，而无人机从航母起飞的距离不足陆基的1/3，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短距起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国开始了不同试验测试，有从动力上下手的，如以色列仗着自己在小型化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丰富经验，给无人机更换了强劲的发动机。其推出的先锋无人侦察机就装配有大马力的双缸2冲程发动机，能使无人机起降距离减小至70米。也有从气动布局下手的，如美国的 MQ-25A 无人机，通过特殊的飞翼构型增大飞机升力，从而实现短距起降。然后要解决的是无人机在海上飞行时的稳定性和如何着舰问题。美国最早的 QH-50C 无人机受限于当时电子系统的运算能力， QC-50C 无人机起降完全依靠舰上人员无线电遥控，经常会发生失控坠海事故。为此，各国航空设计师在今后的开发中都十分重视无人机大脑的性能。如以色列汲取了猛犬小型无人机的使用经验，通过搭载遥控短程无人驾驶飞机系统，从而提升飞控系统的可靠性。而美国诺格公司则另辟蹊径，通过引进直升机技术，在侦察兵系列舰载无人机上搭载自动控制系统，提高海上飞行稳定性，顺利解决了无人机的海上飞行稳定。在着舰问题上，陆上无人机可以通过记录起飞点的 GPS 坐标完成一键返航，航线只需按照初始飞行轨迹原路返回即可。但海上舰船大多数时间都在航行，直接套用陆上无人机的返航方式，无疑是刻舟求剑。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为了准确找到海上舰船，研发人员通常会在无人机内部设置2套控制系统，即无人机操作手可以通过遥控方式介入自动控制程序，引导无人机及时调整预定路线，实现快速返航。然而，即使航母近在眼前，无人机着舰依然困难重重，因为海上的气象、着舰甲板的狭小以及移动的舰船等一系列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起初，舰载无人机着舰采用的是撞网回收方式，即在航母上张开一张大网进行回收，但效果并不理想。先不说拦网系统需要架设较为复杂的立杆与网面，就是舰载无人机撞网后造成的结构性损伤就令人无法接受。据统计，舰载无人机拦网回收的故障率占整个任务期间故障率的80%以上。不过，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舰载无人机已经形成了人机协作的操作模式，收放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其呈现的特点有3个：一是智能规划，之前舰载无人机着舰会受舰尾气流场、甲板运动干扰以及起落架强度、拦阻所使用条件的限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而智能化程度提高后，能非常快速生成最优的着舰轨迹。2是精准控制，我们都知道，舰载无人机飞行品质要求很高，任何细小偏差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如当紊乱气流来袭时，操作员的反应速度无法跟上飞机的快速变化，但设计人员通过模块分解，将自动控制系统与不同舵面的偏转效果相连，在高度智能化的帮助下，能精准操控每个舵面，产生对抗气流的升力，从而提升舰载无人机的着舰稳定性。3是自动引导，舰载无人机需要具备自主起降能力，这时候着舰引导系统派上用场，高度智能化为无人机持续提供精准的触舰点相对位置、姿态参数等方面信息，从而完成稳定着舰。最后要解决问题，如何减少海洋环境腐蚀和收纳问题。海洋环境是最为恶劣的自然腐蚀环境，如海上高温高湿、霉菌盐雾的侵蚀等。因此，对舰载无人机材料的环境适应性、抗腐蚀能力等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在寸土寸金的航母甲板上，要想停放更多的舰载无人机，就要大力发展折叠机翼技术。目前在抗腐蚀和折叠机翼方面做的都比较好的有 X-47B 舰载无人机，其机翼由铝合金部件和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蒙皮组成，具有很好的抗腐蚀能力，同时具有折叠功能，折叠后仅有 9.4 米，搭载在航空母舰上时节省了空间。另外，由于 X-47B 采用无尾翼设计，在着陆时采用更大的迎角减速，机身的整体大面积使用先进的隐身涂料，使其在飞行的过程中被雷达扫描到的几率大大降低。虽然它的最高速度只有 0.9 马赫，但凭借优秀的机型设计和隐身涂料， X-47B 可以自由出入很多国家的防空网。而除了隐身性能外， X-47B 搭载的 F100-220U 涡扇发动机使它的载重能力非常强悍，机体总重不超过 6.3 吨，最大起飞吨重却超过了20吨，其中内部油箱容积达到了9吨，所以它的最大航程能够达到3800公里，大大延长了航母的攻击半径。在武器搭载上，各国现有的军用无人机平均挂载都在1吨左右，但 X-47B 却可以搭载2吨的武器，其空对地作战的能力远超现有的无人机。当然，模块化组装也是节省空间另一个好方法。如 V-247 舰载无人机，该无人机的加装模块是可以与机体分离储存的，巧妙解决了空间占用率低的问题。V-247 无人机属于一款大型垂直起降舰载轻转旋翼无人机，翼展20米，旋翼直径 9.1 米，具有微尾和可收放后3点式起落架，最高速度则为560公里每小时，航程2000公里左右，作战半径超过800公里，其空重就达到 7.3 吨之多，加上6吨左右的燃料和武器等装置，V-247 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了13吨。
这个重量是 MQ9 死神无人机的3倍，而且不同于贝尔其他轻转旋翼机系列，V247抛弃了在翼间安装可轻转发动机舱的设计，改而在机身内部安装涡轴发动机，通过传动轴驱动旋翼。据称，该发动机功率达到5000到6000马力，载重270公斤时可持续飞行11到15小时。火力方面 ，V247其机翼下方增加的4个武器挂架，其中内侧挂架挂载了8枚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外侧挂架上挂载了8枚狂怒小型滑翔炸弹。仅从数据上看 ，V247无愧于全球最强无人机的称号，而且该机机翼同样可以折叠，起落架可以收放，未来将列装在美军新型伯克级万吨大驱上。海上作战夺取制空权是制胜关键。当前，舰载无人机已经可以在海空天信息网络系统支持下，担负各种复杂多变的海上作战和侦察任务。舰载无人机将是今后航母舰载机体系中的又一员大将。好了，关于英国的舰载无人机道路，大家有什么看法和建议，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